大家好，欢迎来到六斯塔罗说。今天大家还好吗？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旅行哦，这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哦。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第一组的牌卡。首先呢，有圣杯骑士、圣杯6、钱币骑士、太阳、正义，还有圣杯骑士逆位、审判逆位、宝剑皇后、钱币5逆位跟高塔的逆位。那星座的参考呢，有双鱼、天蝎、处女、狮子、天秤，还有金牛、牡羊。好，这给大家参考。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塔罗牌怎么说哦。好，那首先呢，对方是一个体贴而浪漫的，好，然后是一个蛮慈悲的心肠，然后很愿意牺牲奉献，让你感觉是有依靠的感觉。那也有可能你们的相遇，过去你们曾经是情侣，也可能以前曾经是朋友的关系，好，又再次相遇。好，有部分的朋友是这样子的。好，那当然还有就是，对方是一个蛮有责任的，责任感的，然后也很愿意奉献牺牲，然后很务实，那也是一个蛮认真工作的一个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蛮积极，然后很热情，有活力，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好，那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是很吸引人的，而且他蛮出众的。他也是对你是有相对等的对待，然后你们在沟通上面啦，在理解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对方的能量了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你是属于一个比较目前状况是比较不敢付出，比较保守，会比较被动一些，甚至抗拒，可能对你来讲，可能对过去的感情会有一些无法忘怀的情形，你到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所以你心还是有一些的对，担忧。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它有可能是你过去的恋人，然后你们又在遇见，重燃旧爱。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朋友，然后你认识的人，对，那都是一个过去的一个能量。那对你的内心呢，你还造成了上一次的一些
不管是朋友或者是恋人，你都会给你上一次的一些既定的一些想法。那也许曾经有受伤过，或者有被欺骗过，所以在你的内心其实还是一直有留下阴影的。那你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甚至会自我怀疑哦。那会觉得现在又这样的感情到底要不要去接受哦？那你内心是还没有准备好，会有这样的情形哦。你觉得好像时机不对，在此时你还觉得太快了哦。好，那你是一个不好被追求的人，对，比较难被追求的哦，因为你本身的条件不错，那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哦。你是一个蛮理性，然后很果断的，然后也很独立哦，然后冷静沉着，然后也很坚强勇敢的。好，对，所以要追你的人其实不容易，对，要得到你的青睐，你可能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哈。但是对方的条件呢，你现在会可能以前的阴影，或者你比较不够自信，然后比较有一些的不觉得自己很好，实际上你是不错的哈。但是你会认定可能上一次的感情失败，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好，然后会觉得配不上对方，那会有这样的担忧，又怕再一次受伤这样的情形。那再来就是但是你就是现在机会来了，新的恋情上来了，然后是那么的突然，可能是对方也是突然的表白，你可能想都没有想过，所以你有点吓到，那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讯息啊，所以现在的能量是如此，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神谕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或者是补充讯息要让我们知道的。好，我们首先看到的呢就是新的恋情哦。他说一个新的人选激起了你的浪漫情怀哦，这很明确的、很确定的，对你已经有感受到，一份新的感情已进入到你的心中了，对，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再来就是化学反应哦，这边有提到你现在有一股强烈的磁性在心里存在着哦。我相信你现在目前的你是有被感动的，有心动的，对，好，是有心动的哦，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化学反应。再来呢就是戒指哦跟礼物，那他这边讲的时间点是7天哦。这边讲的就是这一个礼物呢是你所想要的，对，而且是新的开始的。那你可以大概留意一下这是一个好的讯息，好的消息即将到来。那也许你已经遇到了，也许在7天，很快，时间非常的快，你可以再留意一下。好，再来就是你已经收到征兆了，对，你已经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新恋情啊，那你就信任你的直觉，对，保持一些警觉性，去关注，然后留意一下，那你会有感受到一种保护的能量，
那这一步一步的在向你靠近。所以你必须要先放开一些阻碍你的事物。那这边时间点是写在明年，那也许你今年发生了，那明年你可能就开始展开。那你还是有一些时间，那可以耐心的等候。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大天使耶利米尔这边写到回顾生命他说检视你的生命，决心去改变或者治愈任何不平衡的部分过去的你可能真的有受到一些感情的创伤，所以在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害怕，在接受这样感情的一个勇气。对，那他这边要告诉你，就是你要改变你的想法而且你是可以治愈这些你过去这些不平衡的。对，不要一直觉得你永远就是一定会必须走过去一模一样的路。对，你是要创造新的。对，你要让自己知道你是只会越来越好，而不会又再重蹈覆辙，又在走过去的回头路。不会的，你放心，因为大天使耶利米尔是会保护你的，是会站在你这一边的。那再来呢，这边有看到就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讯息那当然这个是你意想不到的，那有可能是惊喜，有可能是惊吓，我想都有。那一切来的都很快，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可能要留心它，不然就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很快就迅速不见了，也有可能的好，再来这边还看到了就是一个天使。对，他说你的天使在你的灵性之旅中，他会引导你跟保护你，所以你是安全的。对，就是放开心，对，去接受新的命运的安排不要去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不是说每一个都一定都是好，你还是要认真的去用你的判断力去觉察但是千万也不要就是还没有去观察或者是去评断，然后就下了决定了所以这边要告诉你的就是你放心的去做你的选择，然后呢那天使会站在你这边他会保护你的那再来就是有一个时间他这边有讲到你必须继续的前进那利用时间，而且你需要腾出时间然后快速的做出决定那他这边表示的是时间是不等人的那也有可能就是过了就没有了有这样的一个讯息提醒。那再来这边还出现了一个蛇当然这边蛇当然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讯息比如说有一些恶意啦、恶行背叛啦，或者是一些有些嫉妒啦那或者是有一些纠缠不清的这种甚至是诱惑那你要留心那当然这个也有的部分的人是有一夜情那当然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也可以显示你是不容易亲近的，难靠近的。对，拒人于千里之外，有人看见蛇都很害怕的所以这也是要留意一下你个人的一些交际上面的一些关系跟朋友的一些关系稍微要留心，当然也要注意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恶意的，对，想欺骗你的人也是要留意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是景哈，那这个要告诉你，就是你的愿望是会实现的，对，你是有资源的，对。然后这边这个也在强调，就是说你此时也是你的疗愈期，是治愈的时候。那你要深入去挖掘，有些更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因为有些是在表面上，但是你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那你还是会重蹈覆辙。所以你要很去清楚的了解问题点在哪里。当然你还要必须做出努力，去改变，那你的愿望就会实现。好，他要告诉你，你的愿望是会实现的。那如果你是曾经跌入谷底，那这边也是要告诉你，唯一出路就是要往上，对，你是要继续前进的。那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也是要小心你的愿望，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投入，那也不要耗尽太多的资源。好，那你必须要做一个完善的计划，好，你就可以如愿以偿。对，好，那我们再看到再就是进入确实确实的这个新恋情，你是有心动的，对，你是有受到感动的，对，是有真的有这样的很棒的这种化学反应那你们之间的感受啦、氛围啦，还有都是处在正面的态度，都是好的，走向你的都是那种很棒的，很好的这种感受。好，这边有一个已出局啦，我在想这边应该是针对你过去的旧爱跟前任，然后确实结束了这样的关系，这是要对过去的。那这边还有一张水晶那这个水晶牌卡它其实它的意思也是跟刚刚的景是很像的啦，就是你现在要治愈你、疗愈你，自我修复，然后正在进行当中。对，你现在正在修复你自己，然后但是他要告诉你，就是会引导你回到你自己的身边相信地球的能量和你的疗愈自己的能量它会确实的去慢慢的平复，去治愈你过去的创伤。对，所以这个水晶它是又再次的强调我们之前前一个的牌意。好，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 shock， 就是也是震惊的很突然的让人蛮惊吓震惊的一个消息。好，那也有可能你是除了就是也有可能你在心灵上面有一些觉醒觉悟等等，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好，这个是一个震惊的一个消息。好，再来就是一个太阳眼镜太阳眼镜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在默默观察，对，你就是必须要这样子默默的观察，不要太快的去投入但是绝对也不要就是马上就是切断我觉得你可以观察因为这个人是值得你去好好的观察，好好的去了解。那若是你过去的旧爱，他是否有改变了？那是否你们的之前过去的问题也解决了？那若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不是过去的人，那就是你这个人你可以多去了解他那适不适合，然后有没有过去的影子这个你都可以去评估然后减少再一次的感情的受创了好，那这边最后有一个就是观音的神谕卡这个是通往天山，这个是他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神圣的能量去帮助我们达成灵魂的目标当你觉得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呢，这个神圣的力量呢通常就会带给你好的机会
并启发你的神圣力量。好，不要认为开口求助呢会让你变得软弱，那产生依赖感，或者是无法在灵性层次上成长哦。当你越是选择召唤神圣的力量，请求别人来帮助你的话，你就会更加意识到与光的存在是紧密连结的。所以当你的和灵性能量相伴和谐融洽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了解自己的真实本质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所有讯息哦。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哦。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今天大家还好吗？今天的占卜主题是一个人或2个人的旅行哦。这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有益的讯息。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组牌卡，有哪一些哦。首先呢，第2组牌卡有圣杯3，还有圣杯王牌、权杖6，还有钱币修行者，还有钱币国王。那还有权杖9的逆位，圣杯3逆位，钱币2逆位，圣杯4，还有钱币骑士的逆位。好，那星座的对应呢，有巨蟹、双鱼、天蝎，还有狮子、金牛、射手、摩羯以及处女哦，这星座供大家参考。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塔罗牌怎么说。首先呢，你们有可能你们是在一个聚会，或者是在活动，或比如生日派对啦，或者是一些社交场合里面认识的。那若不是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对方他是一个蛮就是常常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聚会。那对方有新的恋情进来，好，这个恋情有可能是你们新的开始，对，也许是你们之间的新感情，但也有可能是，若是你们是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那也有可能是另外新的感情进来。再来就是他要讲的就是对方是一个蛮稳定的，然后是一个领导型的人物，然后有自信，然后是蛮多人去仰慕的，对，就是他的领导地位是让大家都蛮崇拜的。那再来就是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生活体验家，他就是喜欢身体力行，然后活在当下，然后各种活动呢都喜欢亲身体验，对，好，然后他是一个算是理财能力不错的，对，或者是他的物质还有经济的条件算是也是很优的哈，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稳定安全，然后也是有比较有社会地位的，那你这边看来的话呢是你这边应该是已经承受蛮大的一个压力哦，然后自己一个人承担，自己一个人承受，然后身体已经不堪负荷了，对，
这个压力已经承载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你不愿意妥协，所以也撑了蛮久的时间，一段时间。这边看来也有就是第三者的介入，或者是三角关系，或者有出轨的情形，对，有被欺骗背叛，甚至可能都谈好了这种订婚这样或结婚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被取消了，也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所以你面临的这种选择犹豫不决，那对这个关系是没有流通的，所以也是不知所措，不确定，对，不知如何去抉择，那也使你一直都闷闷不乐，然后也很疲倦，对这段感情，然后开始也慢慢的冷漠了，就是有点感觉疏远了，那倦怠了，然后也不愿意再继续付出。你现在的能量是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停滞，然后有要退缩，或者是有想要结束。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神谕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或者是有补充讯息要让我们知道的。首先是真心对谈他这边讲到与彼此诚实的谈论真正的感觉对，那当然他是希望你能跟对方可能坐下来诚实的去讨论，而不要用就是不从心，你心里真正的感受让对方知道，对，不要再演这种就是明明你心里的想法，你却不愿意真实的呈现所以真心的把自己的感受让对方知道。再来就是他要告诉你，就是先爱你自己对自己的尊重使你有更浪漫的吸引力对，你一定要先尊重自己，你一定要先爱自己，对，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你才能展现最美好的让别人发现。若是你自己身心都受创了，你可能没有多余的心思或者是一些想法能够再给予别人更好的，所以你要先对你自己要更好，要先爱你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好，再来就是要告诉你的，就是现有关系出现正面的变化了，它是好的变化。那时间点是在8月，对，那这个好的当然有可能是在复合，但也有可能就是关系真正结束了那对，但是这边呈现看来是比较倾向于是结束了有可能是结束。那对，但是结束后他要说的是才是你真正人生会更好的开始因为若是一个强求来的感情其实是不会得到幸福的那也许你的这样的结束或者才是真正的解脱，然后才能真正的找寻自己的真爱。好，那这个时间点他提到8月那很快很快。好，这边再来就是有一个离婚的人那这个有可能讲到的是对方
也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你。那离婚这样子就是有离婚的，那有可能是之前有过婚姻，那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两个要分道扬镳，就是可能就是决定要离婚分手。那时间点是在秋季，对，时间点是在秋季。好，那我们再看钟爱的人大天使夏米尔他说他正在用你灵性上的灵魂伴侣关系来协助你他将协助你让你对这段感情能够有不管是好的结束还是再复合他都会协助你来处理这段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教育他说如果你得到的东西对你不再有意义的话，其实就释放掉，就释放了，对，那寻找新的连结不要一直在过去纠结，然后把自己一直缠绕，走不开，走不出去，困在里面，但是又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解决方法，那倒不如就是抽离，然后斩断，重新开始。好，那这边有一个就是提防的警讯他要你提防一下你身边，而且是一些比你很信任的人，对，所以这个可能要提醒做一个警告，要叫你注意一下你信任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背叛就是欺骗你的情形，所以这请你要留意一下。好，再来就是看到一个骰子那骰子其实就是好像一个游戏一样是一个机运的问题那有风险，很像赌博一样的，有惩罚也有奖励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冒险的一个行为，那但是要强调就是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你还是可以决定你要继续往前走，还是选择另外一条路这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那机运这个骰子只是要让你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可以做选择，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你。好，那再来看到一个鸟的一个讯息这个是讲就是沟通对话，或者是有一些八卦传闻等等，比如说有些舆论在讨论你的或者是就是叽叽喳喳的，就是沟通的蛮热烈的然后或者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还有跟网络靠网络做一些联系然后交谈的蛮热烈的当然这里就是有可能是八卦就是讨论你的人蛮多的。好，再来就是看到镰刀镰刀就是很清楚明白，就是一个离别分裂，一个断开斩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他是说不回头看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把它斩断切断就是决断然后断开这个动摇的心，本来不知道要不要，然后就一刀清清楚楚的把它切开
然后你才能够向前迈进，好，获得你要的。好，那它这个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讯息。好，再来就是你的大脑里面对爱的这样的诠释。那有时候会做梦啦、幻想啦、白日梦或怀旧这些等等，其实我觉得都不切实际的。他对你的这一段感情是没有任何注意的。对他，我觉得应该是要让你拉回现实，去看待你真正的关系，不要再去想就是有可能会怎么样。那我觉得要看事实的呈现。好，再来就是你可能太忙于要获胜想赢了，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就是不服输、不认输、不愿意怎么讲，不愿意妥协，所以以至于你伤痕累累。然后他这边要告诉你就是说不要争了，对，放下。对，你真正要考虑的应该就像刚刚说的，先把你自己调整好，然后走在你自己要先喜欢你自己，那别人才会喜欢你。所以你自己要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所以跟赢没有用。对，感情要真赢是没有用的。真正是内心有没有得到对方内心的真正的接受，而不是怎么讲，在婚姻里面就是不愿意放手，然后这样子其实都是对彼此在折磨对方，彼此折磨，你自己也不快乐，对方也不会快乐。所以我觉得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在想赢，甚至可能要打官司，想获胜等等。我倒建议，我觉得其实就放下了。我觉得多关注在自己，对，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大象的一个讯息他是说他已经为你铺好了完整的铺平的道路了，你只要沿着他的足迹走就行了。对，所以你这一路其实都是安排好的，那你就顺着这样的一个命运的安排直接走，走在正确的道路，沿着足迹他都已经安排好，对，你也不会迷失方向，放下走你走自己正确的路。好，另外有一个爱无条件的爱自己这整个情感是很无私的然后有吸引力的。那这个爱要给对的人，好，再来就是一个不够的。他说你缺乏信心，会有时候会有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或者自残，比较沮丧悲观，然后恐惧，就是想要没有自信，所呈现出来就是非常的缺乏自信。那他要的就是你要给自己信心，你要相信自己。问题不是在于任何人，而是在于你们就是不适合。或是我是针对比如说有就是感情遇到这种就是比如说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会对自己觉得不够好，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觉得感情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两个不适合。那
我觉得两个不适合的人，其实若是要选择放手的话，你才有机会去找寻真正适合你的人。对，那要给自己信心，你们只是不适合，并不代表你不好。好，所以要给自己信心，好吗？好，那另外这个观音的神谕卡，它这边有一个八仙，好，八仙它的一些讯息，好，他说指导灵呢，他会要求你踏出充满挑战的那一步，哦，他会帮你选择对的道路，好，你只要小心谨慎的辨别，那你正在寻找的讯息是好的，好，真正的指导灵讯息，即便是具有挑战性的，它也会带给你内心拥有正确跟祥和的感受哦。对，好，这就是八仙他要给你的一个讯息。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所有讯息。如果喜欢64的解牌，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喽，拜拜。选择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今天的主题呢是一个人或2个人的旅行哦。那这个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哦，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哦，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有益的讯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所抽到的牌卡有哪些哦。有钱币1、魔术师、皇后、圣杯5、死神、钱币10、权杖4、星星的逆位、权杖6的逆位、隐士牌的逆位。好，那对应的星座呢，有金牛、摩羯、牡羊、天秤、天蝎，还有处女、水瓶、狮子。好，这是星座的能量参考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塔罗牌怎么说哦。好，首先呢，对方有可能就是有近期就是有一份新的一个工作的机会，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就是他在工作上面，或他接了一个新的案子，都算。那对方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脑筋动得很快的人，然后应变能力很好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对。然后当然因为看视频的人有可能有男性的观众，所以呢对方有可能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或者是长得不错的男生，就是外形各方面颜值是不错的，然后刚刚说到了很聪明，但是就是会有一些的完美主义，对，然后会有一些不满足，近期的会有一些新的开始，那你们之间呢应该是已经断联了，对，这是所看到的，这应该就是已经断联的一个感情。那你的部分呢，是你有可能你们是已经有婚姻的，然后现在离婚分手了。那你这个是有婚姻，然后有可能有孩子、小孩，有家庭，然后你也很努力的维持家庭，
好，那也认为也重心一直你的内心是很重视家庭的，对。那此时呢，此时的你对于这段感情就是蛮沮丧的，好，然后也是有一些不安，好，自我怀疑、消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哦。那你呢？会有就是比较容易过于自负啊，过去的你啊，那比较会在婚姻关系里面处于这种强势的这种状态啊，比较强势，比较会那种就是对，比较不会去，比较会自我做主了，好，比较会决定，好，那也处于在现在这种情形，就是有点不被认可好的情况。那现在就是很迷茫，然后一直在寻求方法，哦，还找不到一个方向。那甚至就会有一些社恐，想躲起来，哦，想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哦。现在所看到是这样子哦。那对方已经没有任何的热情了哈，所以你们应该已经断联的，就是一段时间。那你有可能是被迫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现在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组的神谕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啊？那或者是补充讯息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先看到的是没有回报的爱哦。他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呢或化学反应继续这段关系哦。那可能你的付出呢最后没有得到你应有的回报，你已经没有任何的热情，好，然后没有想要再继续的付出，然后也不再去期待没有回报的这样的一个爱。那再来就是这边讲到一个信任哦，这边信任他要对你说的就是要求你要有信心。好，那也许挫败的爱情婚姻家庭，对，不代表这不代表你的能力你是不被认可的。你对这个情况你是需要有信心的你没有一个人会十全十美，没有一个人会十全十美，那有可能是你没有遇到对的人那所谓对的人，感情是没有对错，但是所谓对的人就是适合你的人才是真正对的人。好，那这边有一个电信引发的相遇是在它的时间点是在现在你最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可能在你的电话号码里面啦，或者手机里面啦，会有一些电话号码，或者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或者是突然的来电，甚至你可以留意一下最近常跟你通电话的人这些都是蛮有一个不错的一些讯息，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再来就是你无端疑惑跟恐惧这个时间点在9月可能会一直持续到9月，或者是你9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就是没有来的就会觉得感到一些害怕或担忧那一样这边还是要告诉你，你要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担心你会越来越好的。那这边再来有个靛蓝小孩与水晶小孩
这边写说大天使麦达场他你与小孩们有密切的连接，特别是你能帮助那些敏感的小孩哦。那这个讯息呢，有可能是你有自己的小孩哦，那可能跟自己跟小孩非常的亲密，非常有连结，那你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那也有可能是你本身的职业，你的职务上面呢是一个老师，那你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孩子的学生连结非常的密切，那你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那你也能够帮助这些小孩，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现在。那再来一个是沟通，那当然在这段过去的感情是缺少了许多的沟通，应该是有，但是还不够，没有真正切切的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那彼此因为已经关系已经停滞的蛮持久了一个是不愿意再有任何的行动了，那你这边也不愿意有任何的付出，所以这样的感情其实已经停滞蛮久了那就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再继续的沟通，所以他这边强调就是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他能表达真实的，然后可以把你真正的感受、真正的爱传递给对方。好，再来就是一个目标。他这边讲到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激励自己，而且你会一直往进步前进，而且你个人的目标将会实现。对，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再来就是一个幸运草，所以你是有这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不管是幸福的机会、小确幸，或者是就是短暂的所以你可以留一下，近期应该会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好，再来就是指南针这个就是要帮助你去实现你的目标去确立这个方向制定这样的一个计划，最主要就是要能够就是能够帮助你找到正确的位置，遇见对的人、理想的人，你真正属于你的适合你的爱情的人。所以这个是，但是千万不要盲从要倾听你的直觉，对，而且要透过观察好，再来放大镜他这边就是再次强调我刚刚说的了一定要仔细的观察，要弄清楚当前的问题，然后检视一下，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检视分析的这个时候，然后包括微小的一些细节都很重要不要轻忽了这些微小细节。所以你在跟人的相处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透过相处去观察对方尤其是一些小动作小细节，就可以看出对方是一个大致上是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你的人还是不适合你的人。若是他今天呈现出来是你非常在意、你非常不喜欢的，那表示这个就是不适合你的那若是他表示的蛮体贴，有些小动作是你觉得他都有注意到，他都有重视到，那我觉得你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用放大镜去看淡你下一段的感情。好，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缓慢行进就是很悄然的不知不觉的一直在进行中而且它是逐渐有发展所以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电信引发的一些相遇，你可以特别的留意谁最近跟你的在电话上面联系特别多的人一个异性的，那我觉得
应该彼此都还蛮有好感的。好，那再来就是喧嚣，那他这边有提到可能就是下雨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这边要叫你要一样就是专注，要专注，可能在下雨的时节，然后要专注。那有关于这个有金钱的，有关于金钱的交易啦，去买个东西啦，正在下雨天的时候啦，刚好你在挑东西的时候呢，那他叫你要注意了，对，那有可能这就会有引发一些小确幸，跟你的那个幸运草是有连结的。好，再来就是一个起重机哦，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要坚持到底，那去完成它。那这边有强调，就是你选择用你的爱跟奉献来填补空虚的地方。那不一定是说这坚持到底，不是说叫你不管如何就是要一直关系一直持续下去，并不是，它是要你对爱的这种信任，你对爱情的一个希望，一个目标，你一定坚持到底，你最终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的这份感情，这份爱。所以呢，目前的你现在也许有无限的爱，然后有很多的你都可以去奉献，对很多的人，不仅是对你的爱人，也许是对你的亲人、亲戚，亲人，还有你的孩子，你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满满的爱去奉献。好，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热情，对，希望就是继续的燃烧，燃烧这样的一个热情，然后找寻这样子的一个快乐，火花。在这边有一个相机哦，就是他会讲的就是你一直在回忆着过去，那他要你从过去就是释放，那从过去中去做一些学习，从失败里面去学习，然后让你的再一次的感情，再一次遇到的真爱呢，才能够做最适当的，最好的表现。好，所以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对，但是过去呢还是要从中学习到，这是一个课题，你必须要得到一些经验，你才能够完整的更好的去面对下一段感情。好，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观音的神谕卡哦，那它这边有这个是一个朝阳的仙女哦，那他这边提到的就是你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人，你的潜力呢需要透过合作跟他人共同完成，当你允许合作的话，就会有更美妙的事情发生哦，所以允许自己拓展视野，认识更多的人，然后信任你的直觉去分辨是非，接受跟忽略的事情，去分辨什么是必须接受，什么是不用去那么在意的。当你开放自我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更多的机会。你要在合作中去保持真实的自我，你可以挣扎于到底要妥协还是要保有你的真实自我。你不需要妥协，你需要的是尊重自我和他人的界限。所以这也是男女相处的时候也是如此哦。那就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可以跨越的，什么是时候是我们可以争取的，这个可能我们要学习。那他这边有讲到就是你们的合作不是竞争，而是更好的锦上添花，呈现更多的自我，那更真实的拥有自我。假如你正在寻找解决的办法，那你将能够得到成功的合作。好，这个就是他要强调，就是说你跟人一定要有很多的，他鼓励你多去认识许多的不同的
机会，然后多去参与，然后从合作之中你会更了解如何去跟人之间的相处，能够保持自我，又能够合作的非常的愉快，而不是失去自我。不是今天你为了要满足对方，为了要配合对方而失去了你真正的自己，当然那个你不会快乐的。他要的是你要学会在合作当中你又不失自我，你又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就是说你们的合作是能够得到就是有更好的表现。那男女关系也是如此，对，千万不要失去了自我，然后一直只为了去满足对方，那我觉得这不是你该要的所以他要你学会就是如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应该是1+1大于2。好，那这就是第3组的所有讯息若是喜欢64的解牌，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